万一真要见面怎么办？你真能保护我的安全吗？我看见你了。再说一遍。我看见你了。说什么？哎呀！干嘛？大个呢？小徐呢？谁看见大个了？那他去哪儿了？你们赶紧出来，到我这儿来，到车站来！115特大文物盗窃案经过数月追踪，近日有了突破性的进展。大部分文物已经找回，但仍然有2名嫌犯和5件国家一级文物下落不明。市局领导把这件棘手的大案交给了我们，责任重大，压力也大呀。近年来，随着中国热的升温，中国大陆成了世界各国文物贩子觊觎的市场啊。看着国宝从各种渠道流失海外，痛心啊！尽管压力很大，找回国家的国宝是我们的义务，义不容辞啊！国宝级的文物在国内很难变成大钱，因为没人敢接手，肯定要去海外。近年来，香港已经成了北方文物走私的集散地和中转站，从大陆到海外的渠道肯定要经过本市的著名古玩市场。这次行动，我们就从古玩市场下手。他是个工程师，教练说他身手不错。教练，我想试试。杨大宝，我叫薛梦，请多多关照。请多关照。好，回来，准备，对不起，对不起啊，真对不起。马上就到你生日了，你想一想看，你要老爹送什么礼物给你？爸，你应该给女儿一个惊喜啊，哪有让我挑的？不行。快走！
泰山，想要做掉我的人，当初是你介绍来跟在我身边的吧？当初是我引荐来的，可我跟他也不熟悉，就是跟他的父亲打过几次交道。我只问你一句：是还是不是？有必要解释这么多吗？是的，德哥。啊，对了，这东风华夏的伤怎么样了？哦，我听说他都康复了，还没来看过你吗？哎呀，当时要不是他碰巧经过，我已经命归黄泉了。德哥，我听外面人说，都说东方华夏现在不务正业。不务正业？怎么个不务正业？就是放着正事儿不干，整天就是登山、旅游，还泡妞。德哥，这华夏跟我们不一样，我们都对你是忠心耿耿，关键时候就是豁出命来，我们也在所不惜。可他在所不惜。最关键的时候，谁挺身而出了？这东方华夏再怎么不好，在我最危险的时候，他替我挨刀挡枪。你们谁做得到？谢谢你的话。不谢，你是我们父女俩的救命恩人。没想到你是德哥的女儿。我跟着你父亲这么多年，怎么没见过你啊？我刚生下来不久，母亲就跟父亲离婚了。母亲很伤心，不想再住在这儿，就带我去了加拿大。我一直在加拿大长大的。因为母亲一直很怨恨父亲，所以我也很少回来看望他。自然，你们就都没有见过我。那怎么突然想回来呢？母亲去世了，父亲叫我回来，在他的身边。其实，这些年我和母亲所有的生活开销都是父亲供给的。是啊，你的父亲是明德集团的董事长啊。帮我劝远不要他的钱。为什么？父亲的产业跟一般的人不一样。说的对，是不一样。你为什么跟着父亲做事？看上去你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该做这行。你能帮我做件事情吗？当然。这是我们家的钥匙。你家没有别人？没有啊。今天晚上你等着我，我必须从这个鬼地方跑出去。这是我给你煲的汤。你那个腿怎么样了？啊，没事儿，没事儿了。你说你这腿一天不好，我这心里……我以前跟你说过了，我是从警校毕业的，我受过训练，所以一穿上那身衣服吧，站在对手面前，我就控制不住，我脑子那根闸一下就开了，我就想，都怪我。那个汤人家都说吃哪儿补哪儿，那是猪骨头汤，肯定挺好的。哎，我去给你盛点啊。那别，没事儿，我一会儿喝。我想跟你说，你做我女朋友吗？我觉得跟着你吧，特踏实。
赶快答应他。你知道现在最流行的是什么吗？就是这种经济适用男。你看，挣的不多不少，身家清白，而且人又老实。一旦爱上了你，这整个眼睛里就只有你。你还等什么呀？你都快30了，你再一等，真的成剩女了。剩女，什么抓不抓的，还现实抢购呢？你是不是还在想他？想谁呀？东方华夏。哎呀，这蛋糕真好吃啊！通过连日蹲守，一个绰号叫紫月亮的女人吸引了我们的视线。紫月亮，本名王倩，是一个30岁上下的女人，在本市很著名的那条古玩街开有一家古玩店。吸引我们的不仅仅在于她社会交往的复杂，这其中有盗墓贼、地下文物走私贩子，有着诈骗前科、刚从大狱里出来的私企老板，还有打着融资名义在社会上圈钱的混混。就一个字儿：骚。少废话！你拍了1个多月就拍这么点东西啊？你还有点干货没有啊？问题是这个女人到目前为止只有这些东西，上面天天催问这案子的进展。我对这风流韵事不感兴趣，我还不感兴趣呢。那对什么感兴趣啊？我对她的背景感兴趣。紫月亮有个境外的男友，绰号德哥，张明德，61岁，绰号德哥，在韩国、日本、香港都开有古玩店。据说此人控制从大陆到境外的好几条秘密走私通道。而在本市的这家古玩店，名义上是紫月亮在打理，其实背后真正的主人是德哥。我们由此判断，紫月亮跟好几起文物走私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怎么样？这算干货吧？是对，这算干货吧？还有什么呀？支队，我这儿还有新鲜的干货。哎呀，这个老人家呀，越来越不讲理了啊！更年期，哎，支队绝对处在更年期。男的有更年期啊？这男人怎么没更年期了？这男人压力多大呀？男人更起来比女人厉害多了，是吧，小娜？哎，小小，你家老公是不是也这样？谁说我又更了？哎，头，你这习惯不好啊，偷听呢。我就想听听你们在背后怎么编排我，把他给我盯住了。啊，是。哎，来了。谢谢。好看，好看。当当当当当。什么呀？炸弹。你不说我走了？这是巧克力。你疯了？你买这么多巧克力干什么呀？你听我说啊，我想让你每天都幸福甜蜜。那你也不用买这么多呀，我什么时候能吃完呢？你喜欢吃巧克力，我挺喜欢你身上那股劲儿的，而且一旦喜欢上一件东西吧，你就你想说什么？哎，我吧，哎呀，我是一个挺实在的人。现在姑娘像你这样的很少了。我吧，不会什么花言巧语。你看那个我，杨大宝，你到底想说什么？给我半分钟时间。妈，
我想向你求婚，你懂吗？住手！小豆，住手！快过来呀，大宝，快点！啊！嘿！行啊，小屁孩儿，这回你弄了2件开门的重器，货呢？当然在我手里了。就这2件。我听说一共5件。嗯？是吗？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警察也在找那5件宝贝的下落。你真是神通广大啊，月亮姐。这个秘密，我怎么不知道？怎么，跟我还藏着掖着的？怕我没那么大胃口是吧？我手里真的只有这2件。姐，你没见我没找别人，只找你吗？玩这行的人谁不知道啊？只有月亮姐你，才有真正能出得起价钱的朋友。小屁孩，人不大胆儿不小，你就不怕德哥过来杀了你？为了姐，死都值了。头儿，这女人可真不是省油的灯。别看她一举一动都在咱们监控中，可要侦查呀，咱们一点把柄都没有。真想变成这2张照片，噎着姐的心。放心，只要货是真的，我不会亏待你。这还拍呀？拍？怎么不拍？拍了给发网上去。这风流女人，哎，这题目啊，就叫一个风流女人的风流轶事，那点击率嗨了去了。我好好拍。闭嘴！你们给我盯住了，我回去一趟。这阵势，不得跟支队打起来啊！哎呀，我呀，嘴太笨，求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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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家里练了1个多月了，好不容易有勇气了，被一个小偷给搅和了。哎呦喂！行了，我到家了，你把东西给我吧。我不给，我就是巧克力，巧克力就是我抱着它，能不能多陪你？宝贝儿，我也想你啊。放心，下个礼拜我肯定去。下个礼拜见啊，宝贝儿，乖，亲一下。拜拜。谁呀？宝贝儿，宝贝儿。你管呢？你是我什么人呢？不是，我还在这儿呢嘛。妈，这箱子挺沉的，还是我帮你抱上去吧。不用，给我吧。你是不是怕邻居们看见了，以为你有男朋友呢？就是我呀。你怎么那么啰嗦呀？我从小到大煤气都是自己换，灯自己安。我5岁就会做饭了。这么多年，我就一个人生活。你要是把我拿上去，我还不喜欢呢。不是，我知道我的梦可怜，从小爸妈就不在了，所以呢，我想
照顾你一生一世。可以吗？我知道你对我是真心的。你给我几天时间行吗？不是，当然行了，我可以等一生一世。回去吧。哎，巧克力。啊。哦。那咱俩拉一下钩吧。一言为定。盯他2月了，相好的男人盯上仨，正事是一点都没有。全组人跟着点灯遨游的，那是海陆空全方位严防死守，到头来还是那点破事儿。师傅，我求你了，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好赖我也是刑侦队的队长，立过3等功的侦查员，你这不活活把我逼成了鱼际狗仔队了吗？要不这样，你换个人盯他，我去干点别的。反正我是受不了了。你该干嘛干嘛去。烦不烦啊你？活两屁股似的。我告诉你，这些日子你该吃吃，该喝喝，该睡睡，知道吗？早就应该找个女人让你结婚，回家让媳妇儿折磨你。连过日子都不懂，你还破案？破什么案你？嫩点儿你！我年轻的时候啊，伙计比你大。伟大管什么用啊？作为一名刑警，你缺少一种素质。什么素质啊？忍耐力。熬着。超强的忍耐力，知道吗？3等功怎么了？没有这种素质，就成为不了一名出色的刑警。案子接着办。现在，先赶紧上食堂吃饭去。快点，把碗刷了。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你长眼睛了吗？我长眼了，还自知呢。你长眼了吗？没有风度。嘿，大个儿。我最烦别人管我叫大个儿了，我有名字。傻大个。刑警吧，你的情绪有点失控，应该去看心理医生。如果想去找我，我有熟人。黄毛丫头，
你怎么跑这儿来睡了？我习惯了，屋里有人我睡不着觉。可是睡袋应该是在野外用的。我选独处，睡在睡袋里边，能让我感觉全身的轻松。你不喜欢和人在一起？不喜欢，但我不讨厌你。我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名字呢。东方华夏。东方华夏。东方华夏。德哥，有些事想私下跟你说一下。德哥，那我先告辞了，您好好休息。哎，跟德哥说。张先生，这一次您因伤住院呢，我们做了一些例行性的检查，无意中发现您的肺部有一些阴影。哎呀，那个车钥匙找不着了。车钥匙？你叫他先摸摸自己脑袋还在不在？德哥，那我不打扰了，您休息啊。刚逃过了一劫，住院又检查出，我看我命也该绝了。阿贵，你去告诉医生，我这次的身体检查报告不可以向任何人泄露。德哥，你叫我？是。有什么吩咐？把我以后几个月的约会都推掉。全部取消？有些是很重要的约会啊。没有时间。没有时间。刚刚接到医院医生给我的体检报告，只有3个月，最多只有半年。最要紧的，在我死之前，能够找到一个我放心下的人接我的位置。我不想把我一生辛辛苦苦创下的基业，落在那帮狼心狗肺人的手里。夜长梦多，要尽快安排，免得后患无穷。德哥，华夏来了。哦，德哥。爸。阿贵，李姐，我跟东风有点事。好的。你跟着我多久了？10年了。我怎么一直没有注意到你？要不是这一趟，我还真不知道我身边有像你这么样的亲信。你是怪人，难怪我女儿会看上你。我活了大半辈子，看过太多的人，可是从来没有看上一个能顶我的位置的人。你懂？怎么会选中我？我相信我没有看错。玉莲是我的一切，我能把她托付给你，我还在怀疑你能不能坐我的位置呢？我做这个决定，只有我跟你，不可以泄露，尤其不能让这个袁泰山知道。袁泰山这个家伙，野心太狠。记住我的话，此人只能利用，不能侥幸。记住。
有很重要的买卖，你要亲自跑一趟。好的。只要这场买卖稳稳当当的做好了之后，回来我会清清楚楚的把事情交代给你。全听德哥的吩咐。这一次吧，你还是跟那个袁泰山合作。不过你放心，袁泰山的一切都抓在我们的手里。到时候我会派船在公海接应。没有你，袁泰山休想上船。明白了。你怎么在这儿？我爸刚才都跟你说什么啦？没说什么。我刚才都听见了，你还说没说什么？哦，你刚才在偷听。哎呀，你就别瞒我了。虽然我才回来没几个月，但是我知道父亲做的生意是什么。我听说过父亲的手段，我知道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获得利益的最大化。从小我就懂。懂什么呀？我的父亲就是一只狼，将来我的丈夫也会是一只狼，这是我的命。虽然我真的很讨厌这样的生活，但是我又能怎么办？谁让我要遇上了你，爱上了你？照你的话说，我也是狼了。不，你是一只披着狼皮的羊。喂，泰山兄啊，啊，今天晚上就到滨海，这么快就有信儿了？好好好，晚上9点，滨海机场到达丁见，不见不散。喂，哦，我想订机票，今天到滨海有几班飞机？说，我今晚就到滨海，马上出发。好。小屁孩儿，我是你月亮姐，别跟我没正经的，我没时间跟你废话。我告诉你啊，我马上去滨海。你先按兵不动，等我把事情办妥了再跟你联系。好了，等我电话。来，徐姐，我要去一趟南方，大概1个星期左右回来。一般的生意你就自己处理吧，拿不准的等我回来再说。知道了。队长，是我。他刚出门，带着行李呢。听着，姚四爷，最近这个紫月亮一直和袁泰山联系。刚刚得到消息，他们有可能今天晚上9点钟在滨海市机场到大厅见面，明白了吗？他既然是去滨海，会不会东西就在行李里？笨啊你，脑子进水了？要自己带货还是紫月亮吗？给我盯住了，别跟太紧，别出纰漏啊！紫月亮可订好了今晚飞滨海的机票。是吗？咱们这个案子，我算是有看头。什么？大夫，大夫，求求你了，一定把他救活，是不是？是。
怎么样？你仍然肯定这笔货成色不错？用这种方式来鉴定文物的真伪，我不敢100%的确认。但我对文物有种本能的直觉。如果你一定要问我成色的话，从照片上看，我应该恭喜德哥。你是我手中的一块宝，离行动的时间差不多了。大哥，泰山到了。好，来，请来。好，泰山坐。韩兄，德哥，哟，你早就来了吧？难怪我今天早上打的一卦是魁卦，没想到印在你身上了。什么意思啊？异中求同，委曲求全，相反者相成。看来我得委曲求全了。哦，好了好了，你们俩需要密切的合作啊。我们俩在一起是缘分的，也是我的荣幸。你是鉴定大师。对了，这次行动的详细情况你们知道了啊？听他的。哪里？我听你的。好，来来，坐。正在全力抢救，已经请了最好的医生了。这是王大夫，我们支队长。王大夫，他的情况很不乐观，他目前状态特别不稳定，他正在生死边缘挣扎，命悬一线。王大夫，你现在不能进去看他，还有别的事情吗？没有了。啊，这次吧，你们俩结伴。泰山嘛，你负责安全无误的把货运到公海。好。东方嘛，你负责鉴定这批文物的真假，同时要协助泰山，怎么样？德哥，你放心吧。知道了。机票订好了吗？订了。好。月亮那边啊，我也约好了，我们9点在滨海机场见。你要实在扛不住，就下楼跑一圈去，什么时候冷静下来，什么时候再上来。你知道现在什么情况？什么情况？这个紫月亮是咱们现在目前为止掌握的唯一一条线索。好不容易盼着他今天晚上就要跟那边的人见面了，现在好了，这条线基本上全断了。下边怎么办？跟上边怎么交代？如实交代。现在天还没塌呢，就是塌了，你也得扛着、忍着、熬着。为什么？因为你是刑警。可能泰山兄会比我早几个小时。怎么回事？是东方老弟不愿意跟我坐同一个航班，嫌我丢人。哪里？我是还有点事情还没办完。哎呦，不用说，我知道。泰山那点臭毛病啊，哎呀，我说你不愿意，我也不愿意跟他做。德哥，我怎么能跟他比呢？他是书香世家，还喝过洋墨水，我是海边渔村长大的孩子。要不是当年偷渡到这儿，碰上了您，我这条贱命啊，早就没了。就是不提了啊。对了，时间不早，你们也该准备了。那我准备去了，咱们滨海见。滨海见。东方华夏，你怎么在这儿？我在等你呀。为什么你今天要出远门，却不告诉我？你怎么知道的？你身边全是我花钱雇的暗探，给你看门的门童，还有你给他小费的 waiter， 还有这里的看门人，我要他们每天24小时盯着你，看你是不是有跟女人鬼混。我要你带我一起走。行了，别闹了，小心你父亲担心。你别把我一个人留下，我要跟你在一起。我保证这一路上我一定不给你添乱。你看嘛，我连行李都带来了。傻瓜！我不要你走，我不要你离我10万8千里，我要你待在我能看得见你的地方。回到你父亲身边，过几天我就回来了。
其实我不需要你挣那么多钱，我只需要过普通正常人的生活，每天朝9晚5，将来结婚生子。你知道我不喜欢什么吗？我不喜欢女人缠着我，记住。现在我们的压力很大呀。江湖上疯传这批文物的含金量很高，引起了许多利益集团的关注。想得到这批文物的肯定不止德国一家，很多人早就窥伺着这批文物了。只要国宝一出现，毕竟是一番争夺，因此我们要尽快掌握供货人的可靠信息，在混乱局面造成之前，快刀斩乱麻，找回失窃的国宝。没有别的选择。原本我们想通过监控紫月亮，找到卖家手上的文物。只要紫月亮跟香港方面的人一见面，可目前这种情况，今天晚上他跟袁泰山的见面怎么办？这就意味着我们原定的方案彻底落空。只要境外来的人联系不上紫月亮，这条线索可能就彻底断了。可这条线索是到目前为止我们掌握的唯一一条线索。如果这条线索断了，意味着即将露头的文物就将永远石沉大海啊！那怎么办啊？啊？除非他能醒过来，除非他能告诉我们供货人到底是谁，怎么联系，除非奇迹出现。喂，跟哥几个说，赶紧收拾东西。对，从今天起，马上从这个城市消失，先到襄阳避避风头。等紫月亮的信儿再说。嗯。你真的想就这么一个人一辈子过下去吗？没有啊。那您还等什么呀？小杨真的是一心一意的对你，你错过了，你会后悔的，你知道吗？其实我知道，他是一个好人，老实人。那你就答应我。一会儿我走了以后，赶快给他打电话，告诉他你的决定。哎呀，这种事儿啊不能拖，你要快刀斩乱麻。妈，我啊，大宝，干嘛？你答应我了？萧玉这个叛徒，我不管，反正你答应我了。我可没说我答应你啊。哎，妈，我求你了，你跟单位领导说一声，你请个假。不行，我这正上班呢。我会对你一生一世好的，真的。我在结婚登记处门口等你啊。你不来，我就不走，我等你一生一世。啊，我挂了。东方哥哥，越来越帅了，哪天带我一起泡妞去呗？行，没问题。行了，我先走了。哎，慢点啊！经理，我会对你一生一世的好，真的。肉麻死了。
我啊，坚决杜绝家庭暴力，无论在何时何地发生任何情况，你啊都不准对我使用武力招数。你保证？我保证，行吧？耶，我也保证。是梦。妈，妈，你脸色不好，不舒服吗？有点紧张。妈，我更爱你了。跑哪儿去了？小杨，对不起。到底怎么了？昨天黄海哥到店里找过紫月亮，两个人。紫月亮昨天见完黄海哥，今天就跟境外取得了联系，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现在还不能确定黄海哥在这个案子里的角色，也可能是一种偶然吧。黄海哥可能是紫月亮的情人之一，也可能从现在开始，24小时监控黄海哥，把他给我盯死了。见了紫月亮，跟他要海边帅哥连着的方法。紫月亮会带你去看他的货。德哥，上次紫月亮发来是3件文物的资料，这次呢又发了2件。除了海边帅哥以外，是不是另外还有一个供货人？那您看这次另外那个供货人要不要见一见？另外的供货人，到时候紫月亮自然会告诉你。怎么？不该问的就不要问，这是个道上的老规矩。你这是？是，我知道。哎，妹儿，登记了吧？什么时候发喜糖啊？是呀，啥时候把新郎官带来让我们见见呀？小陈。
哥说了，这一路都会跟着我们，什么意思啊？啊？跟咱们留了一手。我倒是听说紫月亮是很风骚的，一把国标舞跳的是够劲够辣，德哥就让他在舞场上给勾搭上的。我倒是想会会这个紫月亮。一个骚女人。你说咱们大哥跟德哥这么多年了，啊，出生入死的还少吗？可你看看东方华夏，啊，现在怎么这么受宠？你是说德哥老糊涂了，要把位置传给东方华夏？我看，不如趁这场差事把东方华夏给做了，逼德哥让位。都给我闭嘴！喂，知道了，你先撤回来吧。是。同志们，紫月亮死了。好不容易等到蛇块出动了，这下全玩完了，前功尽弃了。这唯一的线索彻底是断了，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这起突如其来的车祸，让本来到手的线索突然中断。干了几十年公安的刑侦支队长周为民知道，如果失去这次接头的机会，破获这起跨国倒卖文物案将会难上加难，盗窃者将会像鼹鼠一样躲藏起来。山穷水尽之时，必是柳暗花明之日。薛梦的出现，让周为民眼前一亮，浑身的细胞都随之兴奋起来。等等，把图片放出来。你疯了！紫月亮什么人？风骚老辣，就这个大个儿，一丁点女人味都没有。我看你是急昏了头了。那你说怎么办？眼睁睁的看着这条线索断了，袁泰山白跑一趟，那这5件文物得猴年马月才能露面啊！我最恨悬案，一悬10年破不了案，那样我会天天睡不着觉的。你不就怕破不了案，动了你这顶乌纱帽？乌纱帽算个屁！咱们要找的是5件国家一级文物，知道吗？什么叫国家一级文物？那是5件国宝，国家的宝贝，必须留在这块土地上的宝贝。你愿意眼睁睁的看着它静悄悄的流向海外，哪天出现在海外的拍卖会上，拍出个天价，那时候你才想到，说哟，这不就是当初我们要找的那5件宝贝吗？我要破案，尽快破案，不惜一切代价找回这5件国家一级文物。可是你这样只会弄巧成拙，这是一笨招啊！我又不是犯人，我还有工作呢，你们让开。对不起，我们头发化了，我们必须执行命令。我要上厕所。
干嘛老跟着我？你还不知道吧？你现在就是块宝。什么意思？天机不可泄露，我们头会告诉你。怪不得人家都说你们干刑警的都神经兮兮。你就是说1000到1万也没用，我坚决不同意。她就是一个机要处的姑奶奶，天天只会对着电脑发呆的蠢，你让她去。我认识你，你是那个最没有风度的男人。是吧？我也认识你，你就是那个大个儿。我不叫大个儿，我叫薛梦。我看你对电脑一无所知，你该去扫盲。是吧？我告诉你，我爱我的工作，你不许这样诋毁我的工作。看见了吧？就这好姑奶奶，你让她去冒充紫月亮，这哪是紫月亮，就是铁姑娘。丫头，你等等，丫头，你等一下。紫月亮滨海机场几点？9点钟见面。如果飞机晚点，12点到也正常，还来得及。这丫头有点意思。您叫我丫头？对。我跟你说点事儿，咱们单独谈。你把眼镜摘了让我看看。你先戳一下。要说眼神气质，跟他完全两码事儿。可这长相，简直活脱脱的。你家里还有什么人吗？你是谁呀？我干嘛要告诉你？我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刑侦支队支队长周作明。其实这些我都知道。知道你还问我？丫头片子！9场杀人案、918贩毒案、北原市1中未成年犯罪案、金源宾馆贩毒打黑案，局里的网上有很多关于你的资料，这些你怎么不提？行了，你这丫头记性真好，你这一大串就把我给弄懵了。你简直就是老天爷派来的。你能告诉我，为什么你们的人老盯着我的脸看吗？你现在是我们的无价之宝啊！你相当于5件国家1级文物的总和，懂吗？我的脸？为什么？坐下说。你跟他长得太像了，简直可以乱真。他？谁呀？紫月亮，一个我们盯了很久的犯罪嫌疑人。他是我们唯一的线索，只可惜他去世了。我得告诉你，这次任务危险性很大，如果稍有闪失，就会……你还是评价一下你的性格吧。如果你非要让我评价我的性格，我只能说……什么？我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女人，我相信，无论在任何条件下，我都不会失控。你结婚了吗？差点儿。差点儿什么意思啊？我可以不回答吗？好。你有什么特长吗？电脑算吗？我是说，你有什么爱好吗？我的生活很简单，我除了电脑，我平时还练跆拳道，因为我喜欢和对手正面较量的那种感觉。那什么情况下你会？我的意思是说失去理智。这个我怎么回答呀？
我说过了，我是一个自制力很强的女人。我换一种方式，你最讨厌什么？这个我怎么回答呢？你必须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必须了解。很可能这个案子很快就会结束，但是为了以防万一，我必须知道。我不喜欢成为被别人关注的焦点。当别人都看着我的时候，我会浑身不自在，我脑子会一下忽然跳闸。这个算了。你想让我做什么呀？头儿，支队这回是王八吃剩坨，铁了心了啊！哎，我怎么没看出来大个像紫月亮呢？完全俩人啊！喂，我周作明啊，哎，你马上给我找到本市最好的设计师、化妆师、造型师、发型师，马上赶到我这儿来。飞过来！哎，同志，请问您找谁呀？我找我老婆呀。你怎么知道我会同意啊？我可没答应你。你肯定会答应，我知道。因为你是警察。对不起，您不能进去。哎，拦我干嘛呀？我就想找他当面问个清楚，怎么说跑就跑了，说变卦就变卦了啊？同志，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硬闯的话，我可就对你不客气。薛梦，跑哪儿去了？薛梦，你出来！啊！薛梦，你出来！我，你找大个？我不找大个，我找薛梦。不是，你是？我是她老公。她老公？啊。我怎么不知道她还有一老公啊？不是，你不知道，我们俩呀。去通知你的手下，下午到了那边以后，分散了出去。都去啊？都去。这次做非同小可。大哥，这么多人都去，目标太大了，容易被条子给盯上。条子捉贼也得捉赃啊，我们也不会笨到捧个货让条子来抓吧。你忘了上一次怎么栽的了吗？我是担心我们的人中间有问题。嘿，真是越看越像。真邪了哈！那这么说你同意了？不行，你就是说破天也不行，这太危险了。哎，万一要是罪犯没抓着，再把我的人给搭进去，不成，坚决不成。就是借他用一下，不让他干什么。他就是个道具，想通过他找到对方的人，我保证不会出什么事儿，保证完璧归赵。他可不是一件东西，他是个人。喂，局长。哦，您跟他说。好。啊，局长，啊，是我。啊，是。啊，我知道。嗯，明白。雪梦，
你得给想好了，这可不是出去旅游，收拾收拾东西，过几年就回来了。这可是很有危险的。再加上你又刚刚结婚，婚没结成，他逃婚了。什么？逃婚了？哎，薛豹，这怎么回事？他的未婚夫找来了，让他出面当面对质呢，就在咱们市区大门口。小杨来了，他现在怎么样了？您都把人给折磨成那样了，还问人家怎么样了？对不起，对不起，我出去跟他解释一下。你不能去。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很宝贵，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呢。就1分钟，很快的。小杨不是那种不听解释的人。1分钟也不行。现在你不属于你自己，属于这次任务。任何有可能出现差错的事情都不能发生，直到你安全的登上去南方的飞机。头儿，你怎么还不明白？这种女人，廖思琪，要不然你先出去一下，等我们谈完事儿你再进来。薛本同志，我现在以市刑警支队支队长的身份，在此征求你的意见，你是不是愿意协助我们，以紫月亮的身份，完成这次任务？在你做决定之前，我必须向你重申这次任务的危险性。你要知道，你是在跟海外的走私集团打交道，他们是一帮亡命徒，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你可以选择拒绝。我愿意。谢谢你。你家里边还有没有什么事情？哦，对了，我办公桌下面还有一大箱巧克力呢，那是小杨送的，麻烦你帮我。姑奶奶，您的意思是我帮您去还巧克力？要不要我再帮你顺道？子琪，现在时间已经很紧迫了，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你要尽快熟悉一下紫月亮的资料。支队，您要的人到齐了。哦，知道了。那咱们就开始吧。把它变成它，大概需要多长时间？长得差不多1个小时吧。这气质上就是俩人啊，不太可能。那就把不可能变成可能。没时间了，开始。剪吗？等等。剪。剪吧。虽然这次任务比较简单，但这些资料你还得掌握。一是了解对方性格，向他靠拢；二是以防万一。开始。紫月亮喜欢上网聊天，不但在生活当中情人很多，还跟别人做网络夫妻。有个说话很肉麻的网络丈夫，网名叫乱炖，跟东北那道菜一个名儿。当然，这已经在我们监控当中。我们通过技术手段已经控制了网络丈夫的 ID 地址。总之啊，这是一个很风骚的女人。往下，往下。德哥本名张明德，明德国际集团董事长，现年61岁，出生于中产阶级家庭，父母早逝，自由经商，参与香港黑道行为。后经过多年努力和手段的强硬，打通了东南亚去往欧洲、北美等地的文物走私路线。他的实力雄厚，旗下有4个上市公司、赌场和酒店。在香港和韩国、日本都开有古董店。对了，他还有一个女儿叫依莲，24岁。下面我来介绍一下5件文物的基本资料。石有，商代。图片。石有，
商代晚期青铜铸器，元器出土地不详，元器通高14.1厘米，石有的外形相背，对称的二矢器腹浑圆，矢的形象夸张，造型别致，独具匠心，充分表现了商代晚期艺术家高超的雕铸技巧和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酉是古代用来盛放酒器的一种容器，也有说酉专门盛放的是祭祀时用的一种香酒。酉主要流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酉的基本形制为扁圆、短径、带盖、鼓腹。紫月亮本名王倩，但江湖上很少有人知道她的本名，大家只知道她叫紫月亮。这个女人为人特别的老道，在境外的情妇德哥是个有名的文物贩子。为了能够方便的收购文物，紫月亮在内地开了一家文物店，不少业内人士都会去找紫月亮，为了是能够方便的联系境外的买主，这样从而获得高额的回报。半年前，北园博物馆发生了一起特大的文物盗窃案，价值上亿元的国家一级文物被盗。现在大部分文物已经找回，可是还有5件国家一级文物至今下落不明。有情报显示，最近会有一宗大的买卖成交，境外会来一个很重要的人物。经过对紫月亮的长期监控，今天上午我们获知，紫月亮和一个来自境外叫做袁泰山的人约定，今晚9点在滨海机场到达厅见面，可能即将开始走私交易。侦查人员的车尾随紫月亮的车前往机场，谁想发生车祸，紫月亮意外身亡。你小子太不像话了，简直是无法无天！这不是跟你学的吗？好的你不学，你是报告支师傅。队长。好，进来。师傅，这有外人啊，别呲我了。谁是外人？丫头，什么事儿？我想单独和你说几句话。好。来，坐一说，坐一说。我真能行吗？丫头，知道什么叫天意吗？天意。天意就是你不早不晚，偏偏在这个时候出现，这就叫天意。天意不可违呀。刚才你说的那句话叫什么？哦，对，办法总比困难多，对吧？当然了，刑侦工作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危险性，更何况这种走私案件，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一般的刑事犯，而是组织严密的犯罪团伙。我不是怕我自己有什么危险，我是怕完成不了组织上交给我的任务。丫头，只要你到了滨海机场和袁泰山见上头，你的任务就算完成了。另外，姚队他们已经做了几种方案，和他的手下全面布控，帮助你完成任务，也保证你的生命安全。头，我跟你说啊，这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著名化妆师他就是不一样。哎，就在大哥脸上这么一划了，哎，立马变一人。把腰立起来，走。脚步抬起来，加上胯。 1、2，好多了，就是这个意思。转身，胯的摆动，胯，注意胯。车祸的事儿跟交警那边都说清楚了。
报告支队长，都说清楚了，他们暂时不会公布事故车型和车牌号。局里也跟有关部门打好了招呼，媒体上不会披露此事。肇事的大货司机已经给拘了，事故现场已经清理完毕。紫月亮的店里，也不知道他已经出事了。哦，你这德行，你就不能提起精神来啊？有什么想不通的？想通了，您这是一个馊主意。馊主意？这些都是刚从紫月亮家和办公室取回来的他的一些随身物品。店员那里我们已经控制住了，不会有问题的。对了，还有这个戒指，这可是他的随身之物，你得带着。据说他到哪儿都喜欢带着这玩意儿四处乱跑，领导决定让你也带上，省得出现不必要的漏洞，你就全当是演戏的道具。电脑里边的文件我已经查过了，没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了。难道还得穿他的睡衣？据说紫月亮不穿这件衣服她睡不着觉，所以你还得穿上。你好。好了，这边请。您好。该交代都交代了。丫头，明白整个安排了吗？明白。从紫月亮和对方的通话中可以确定，袁泰山并没有见过紫月亮，只是在视频当中聊过天儿。单凭照片和视频看，你和紫月亮没有大的区别。只要抓住他的大特点，完全可以蒙混过关。但是要记住，言多语失，凡事要少说为妙，懂吗？懂。机场路车祸的详细情况都已经给你介绍过了。如果对方问起中午的航班为什么这么晚到，你就这么回答。紫月亮店里的店员我们都已经控制住了，只要有人打进电话，都是我们的人在接，这一点你放心，不会给你添乱的。明白。啊，还有店里的详细情况，姚子琪路上会给你介绍。这是紫月亮的身份证，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他了。你放心，江湖上都管他叫紫月亮，没人知道他的本名。这两部手机，一部是紫月亮的，一部是你用来专门和我们联系的。这部手机我们进行了特殊的处理，来电不显示号码，拨出也不会留下号码记录。但是，这就要求你必须把我们的手机号全部用脑子记下来，有问题吗？没问题。好，那我现在就开始说了。说吧。我的手机号是130021592207，紫月亮古玩店的电话号码是64043485。我的电话是139-818-33348。我的手机号13007469987。138-1028-4928。怎么样，大哥，记住了吗？记住了。好，我们开始。支队长13007469987。小王13810284928。我的13002159207。小徐139-818-33348。紫月亮古玩店的座机号码64043485。好样的，丫头。行啊，大哥，有这本事，挺瘆人的。记住，
紫月亮古玩店的电话已经被咱们控制了，你如果有急事需要联系，就打那部电话好了。好。还有，对方跟紫月亮约定的见面时间是今天晚上9点左右，地点是滨海机场到达厅。他们说到时候他们会给紫月亮打电话的，那部电话就是紫月亮电话。这个电话有密码吗？没有，人家紫月亮玩的是文物，跟你们玩电脑的不一样。那这部手机装没装过窃听软件？中没中过毒？如果中过毒，就有可能第三方也能监控到这部手机的内容。还有，他上过网吗？都没有，姑奶奶。有情报显示，这次文物交易的背后，境外要来一个重要人物。这个人是谁？换句话说，跟紫月亮见面的是袁泰山，但袁泰山后边还有什么人或组织，这对我们同样重要。这次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文物走私犯罪集团，要充分顾及到这次行动的危险性，提前做好准备。别紧张，我们有1个队的同志都在你的周围。另外，当地警方也会全力配合我们这次行动。不紧张，有他在，我紧张什么？他会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我的，反正出了岔子，他也跑不了。这个先放在你这保管，等完成任务回来以后，你再还给我。放心吧。出发。大个。哎，我最烦人家叫我大个了，我不叫大个。丫头。开弓没有回头箭。我懂，你这个刑侦队长就怕我反悔。你放心，我会不惜一切代价完成任务。我告诉你个秘密，你是我最后一张牌了。我也告诉你一个秘密，你知道我为什么要答应你这个疯狂的想法吗？因为你的职业精神和责任感。还有，因为你叫我丫头。这跟丫头有什么关系啊？因为我爸也这样叫我呀。拜拜。紫月亮。